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猫莉。今天来和猫莉一起开箱新的面包机，然后做好吃的巧克力面包吧。这一次我买的面包机比之前的要大一些，因为想换一个大一点的面包机，这样可以做更多的面包。最后选择了百萃这个牌子。这款面包机的按键也是比较简单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液晶显示屏。现在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两款面包桶有什么区别。左边是百萃，右边是松下，两个面包桶在高度上是一样的，可是在容积上是不一样的。百萃的面包桶可以做500克到1000克的面包，而松下的面包桶就只能做500克的面包。百萃面包桶完全可以把松下的面包桶装进去。两个面包桶的底部其实都是差不多。面包机第一次做面包之前，一定要清洗干净之后擦干，接着在面包桶内层涂上一层薄薄的油，连面包桶的拨片也不能放过哟。然后呢，就把面包桶放入到面包机里，然后插上电源，烘烤功能选到23，这是一个单独烘烤的功能。这样呢，要空烧10分钟左右，这是为了去除加热管以及面包桶的异味。在加热的过程中，面包桶是有一些冒烟的，但是不用担心，这是因为发热管上所涂的保护膜高温氧化所引起的，所以这也是正常现象。面包机加热好以后呢，就把电源关掉，面包桶完全晾凉，再把它清洗干净，我们就可以用来做面包啦。今天我们要来做非常好吃的云朵巧克力面包。首先，我们在面包桶里面加入鸡蛋和牛奶，这两样材料都有助于面包的长发。然后加入糖和盐，糖不仅起到一个甜味的作用，它还是酵母的食物。有了糖，面包就会长发得更好。我还加入了奶粉，如果你没有奶粉也可以不加。全部材料都放好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面包机里面，记得一定要把它拧到位。在面包桶的盖子上有一个盒子，这个是添加辅料的盒子。如果有坚果一类的辅料就可以放在里面。今天我选择的是和风软面包功能，也就是4号面包键，需要3个小时50分钟。面包的重量选择750克，烤色选择淡，这样就是基本完成啦。今天我用的是后油法，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加入黄油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在面团搅拌10分钟后再加入冷藏的黄油。后油法可以降低面团的温度，也可以让面团的延展性更好。听到辅料盒开启的声音，就可以放进果干和巧克力豆啦。这个面包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有一个透明的观察窗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面包桶里面面团的状态，而不需要频繁的去打开盖子，影响面包桶里面的温度。这个功能也是我最喜欢的。3个小时之后，这个面包就烤好了。意料之中，面包长发得非常好，迅速的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在晾晒网上轻轻地震一下面包桶，这样有助于震出热气，也方便取出面包，而且面包也不容易回缩。面包一定要完全晾凉才拿去切片，不然面包会掉渣，切片也不成型。面包完全晾凉了，我们就可以来切片啦。这款面包真的是非常的松软，无论怎么按压都会轻松回弹。切开一下，看看面包里面的结构，组织也是非常的好。在网上很多人说面包机做的不是面包，只是馒头，可是面包机做的面包也是有灵魂的啊，但是自己做的面包总是要比面包店里的面包更放心呀。其实我对面包机的要求不高，能一键做面包，又有单独发酵和单独烘烤的功能就可以啦。今天做的这款面包也是非常的成功，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莉，祝大家做面包成功啊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